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0月16日星期四，佛历11月夏初9，万象晴，24到33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37吉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吉普，跌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2.74吉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99吉普，涨幅 0.15%。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16吉普，与上一个交易日持平。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307.03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1.77 点，跌幅 0.89%。开盘 1318.8 点，最高 1322.28 点，最低 1282.75 点。成交量69万7千股，成交金额15亿5097万3千吉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30吉普，交易量32万96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联合发展银行。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联合发展银行，收盘价9150吉普，交易额10亿7170万吉普，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石油。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625万吉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11万吉普，涨幅 2.46%。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0月15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310吉普，普通汽油每升23320吉普，95号汽油每升28000吉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下跌190吉普，跌幅 0.97%， 普通汽油价格上涨40吉普，涨幅 0.17%， 95号汽油价格上涨210吉普，涨幅 0.76%。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于10月14日在万象热烈会见来访的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大将及其代表团。潘文江大将一行于14日至15日访问老挝，并与老挝国防部开展工作。通伦西苏里主席高度赞扬此次访问，认为他进一步深化了老挝与越南之间源远流长、世代相传的伟大友谊、特殊团结和全面合作关系。潘文江部长对热情的接待表示感谢，并承诺将致力于持续巩固越南老挝两国和两军之间的美好情谊、特殊团结和全面合作关系，确保其长久稳固，以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长期利益。同日，潘文江部长还拜会了总理宋塞西潘敦。2. 泰老商品展在沙湾拿吉举行，共庆加沙供奉节。2025年泰国老挝商品展览会于10月14日傍晚在沙湾拿基省凯山峰威汉市的沙湾埃德购物中心正式开幕，旨在庆祝两国的加沙供奉节。沙湾拿吉省副省长坡塞凯坎皮吞主持了开幕式，出席者包括泰老友好协会副会长 RP 查佩拉、老泰友好协会秘书博阿莱帕努威先生以及其他受邀嘉宾。加沙供奉节庆典活动将于10月18日举行，从下午5点开始，晚上7点将举行加沙供奉节庆祝仪式，观赏两国文艺表演以及举行捐赠毛毯、药品等物品的仪式。10月19日松南塔兰寺将举行供奉仪式。3. 公安部文艺团加紧排练舞蹈，为迎接11月在万象举行的第12届全国运动会，公安部文艺团于10月15日在公安部体育场进行赛船舞排练，为运动会开闭幕式做准备。公安部宣教局副局长莱通赛亚松上校表示，此次排练演员由该局50名成员和350名来自诺纳旺中学的学生组成，这是首次实际下场排练，所有人员都认真投入。莱通赛亚松上校透露，接下来的训练将致力于提升表演的熟练度、整齐度和美观性。他们计划于10月29日参加首次开幕式总排练。
并分别在11月3日和13日进行2次领导审阅排练，力求圆满完成，以确保11月15日运动会正式开幕当天的表演成功。4. 劳动与社会福利部副部长视察阿达颇省未爆弹清理现场。10月14日，劳动与社会福利部副部长冯塞萨克因塔拉率团视察了阿达颇省的未爆弹清理作业现场，受到省未爆弹清除项目办公室的热情接待。清理队队长汇报称，清理现场位于萨奈县塔古姆村，清理面积达46164平方米，目前已发现3枚子炸弹。代表团现场观摩了未爆弹的发现和销毁过程。副部长冯塞萨克因塔拉亲自按下销毁按钮。阿达颇省是获得美国政府援助开展国家未爆弹清除项目的省份之一，工作团队涵盖了现场作业、勘察、风险教育和人工清理等多个方面。5. 万象市市长视察国家体育场。10月13日，万象市市长、第12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主席阿萨潘通西潘敦率团视察了国家体育场，检查筹备情况，旨在确保运动会于11月15日顺利开幕。市长敦促加快进度，并要求所有分委会集中力量，确保主体育场的各项工作按时有序完成。6. 万象警方教育餐馆老板及服务员严禁变相卖淫。据万象市警方10月15日披露称，上月底，万象市反人口贩运警察部门突击检查了塞塔尼县和塞瑟塔县多处涉嫌变相从事卖淫活动的餐馆、饮料店和按摩店，共带走5名店主和29名卖淫女进行审讯。店主供认，他们通过提供性服务盈利，并从中抽取出台费。卖淫行为常在店内或附近的旅馆进行。警方对店主进行了教育，要求其停止非法活动并签订保证书，并规劝卖淫女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寻找合法工作。7. 汽车相撞后失控翻入沟渠，中国司机拒绝送医。琅勃拉邦省红十字会紧急救援队报告，10月15日中午12点31分，在琅勃拉邦市东康村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2辆汽车相撞后，其中一辆失控翻入路边沟渠，事故造成1人受伤，伤者为中国籍男性。救援队已对伤者进行了急救处理，但伤者表示不愿前往医院。事故原因正在由有关部门加紧收集信息和调查中。8. 沙湾拿吉占蓬县桥梁附近发生大规模地面塌陷。10月15日，沙湾拿吉省占蓬县纳卡汤市场附近的桥梁区域即介于甘格村和大寮村之间，通往松纳布里县方向的路段发生严重地面塌陷事故，桥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塌陷坑洞，导致该路段暂时无法通行。目前，当地民众已自发使用树枝设置了警示标志，提醒过往驾驶员不要通行该路段。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